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双方讨论了610亿美元援乌法案通过后美国的首批军援计划。拜登表示，相关武器支援将很快到位。而就在同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座电视塔实施了高精度打击。此外，俄军在战场上也接连拿下重要据点。美国的这次援助能从多大程度上改变俄乌冲突局势？来看看报道。据今日俄罗斯网站22号报道，俄罗斯军方当天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座电视塔实施了高精度打击。根据网络视频，这座电视塔被俄军火力击中后倒塌在附近的树林中。俄新社称，这座电视塔高度超240米，是哈尔科夫最高的建筑。乌军曾在上面安装了防空通信天线等各种设备。外界注意到，为报复乌军无人机对俄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俄罗斯本月增加了对乌克兰各地的导弹打击，主要瞄准的就是发电站和通讯塔。深圳卫视注意到，俄罗斯国防部一连2天公布在乌东部顿涅茨克州的重要军事进展，指出俄军已完全控制该州巴赫穆特以西的博格丹诺夫卡定居点以及诺沃海利夫卡村。乌军方22号则表示，约25000名俄军士兵正试图袭击乌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包括顿涅茨克地区的恰索夫亚尔及周边村庄。乌东部作战司令部发言人沃格辛坚称，恰索夫亚尔局势很困难，但总体仍然可控。乌方一直强调，可控的重要前提条件是美西方的持续军援。据美国国会山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3号对众议院通过的价值950亿美元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进行审议，其中包括61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投票表决前夕，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表示，拜登在电话交谈中称，如援乌法案获得美参议院批准，他将立即签署。双方还讨论了援乌法案通过后美国首批军援计划。拜登表示，军援将很快进行，并将加强乌防空以及火炮能力。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讲话中表示，关于向乌克兰提供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协议的所有相关细节已完成。彭博社分析称，美国对乌新援助对正处于困境的乌军提供了一条救生索，但不太可能扭转冲突态势，因为乌克兰需要持续不断的新援助才能在战场上取得进展。一定程度上，俄乌冲突又会回到此前的拉锯状态，这给有关方面希望冲突尽快转向政治解决制造出新的问题。实际上，除了武器弹药不足之外，前线兵力严重短缺也是眼下乌克兰面临的另一个关键弱点。泽连斯基上周签署了关于征兵的新动员法案，并将于5月生效。但有军事专家分析认为，新征召入伍的士兵需要接受数月的训练才能部署，真正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个周期。反过来又为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之窗。美国的军援无法改变俄乌在军力方面的巨大悬殊。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大国，拥有庞大的军队规模以及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那么西方的军援可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乌克兰的困境，但对于俄乌走势来说，影响是有限的。目前，俄罗斯仍然掌握着俄乌冲突的战场上的主动权，并且呢，拥有制空权，拥有军力上的、火力上的这种优势。那么乌克兰现在短缺2方面的东西，首先乌克兰存在着兵力不足的压力，其二就是乌克兰缺乏必要的制空权和防空设备。今年以来，俄罗斯持续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导致乌克兰80%的水力和火力发电设备受到损失，发电能力减少30%。雪上加霜的是，乌方的导弹拦截率从去年9月份的85%锐减到了今年4月份的不到60%。不论是从美国和德国获取的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是原本拥有的苏制 S300和 S200防空系统，都不能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表示，北约最近对各成员国的防空能力进行了全面核查后发现，具备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等防空系统的空间。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北约主要的施压对象是希腊和西班牙，因为他们存有10多套爱国者级 S300防空系统。22号，欧盟外长及国防部长会议召开前夕，各国呼吁希腊和西班牙尽快向乌克兰移交库存防空系统。
各方认为，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虽然也拥有爱国者，但由于上述两国毗邻乌克兰，所以面临的潜在威胁也更大。而希腊和西班牙两国并未面临直接的威胁，因此应先顾及乌克兰的防空需要。不过，这两国的防长并未做出回应。这也见得现在呢，这个欧洲国家正在成为俄乌冲突的最大的直接的受害者之一。那么正在不仅仅要承担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还要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和财政支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封口费案，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州法院进行控辩双方的开案陈词。特朗普出席庭审并否认相关指控。封口费案是美国总统竞选白热化之际，特朗普面临的4起刑事起诉案之一。虽然官司缠身，但已提前锁定本届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特朗普，依然被外界看好。多国领导人已陆续安排与特朗普的会面。最近一位则是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今年的美国大选还存在哪些变数？来看看报道。特朗普在4月22号进入法庭参加庭审时，再次声称该案审判构成了选举干预，并表示诉讼程序不公平。This is what took me off and takes me off the campaign trail, because I should be in Georgia now. I should be in Florida now. I should be in a lot of different places right now campaigning, and I'm sitting here. And this will go on for a long time. It's very unfair. The judge is conflicted, as you know. It's very unfair what's going on. 封口费案指的是特朗普涉嫌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前挪用竞选经费并伪造商业记录，向艳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的刑事案件。其中，特朗普的竞选经理兼律师迈克尔·科恩被指向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美元的封口费，要求丹尼尔斯不要在选举期间渲染多年前曾与特朗普有染一事。在辩方的开案陈词中，辩护律师托德·布兰奇反复强调特朗普是无辜的，他没有犯下任何罪行。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根本不应该提起此案。对此，特朗普在法庭走廊上向记者发声时也反复强调自己很无辜。He puts in an invoice or whatever, a bill, and they pay and they call it a legal expense. I got indicted for that. And in the book, it's a little line.That's a very small little line. I don't know if you could even write more than 2 words. 在庭审中，纽约州检察官马修·科兰杰洛则在开案陈词中表示，特朗普与他的律师迈克尔·科恩和美国媒体《国家询问报》出版商大卫·佩克密谋通过隐瞒特朗普的负面信息来影响总统选举。庭上还传唤了首位证人大卫·佩克。美媒称，佩克的出现让特朗普异常紧张。When David Pecker came into the courtroom, Donald Trump looked at him, and from that time, he was razor focused. You can see he's sitting up almost on the edge of his seat. The edge of his seat, yeah, if we could see over here. And I know. Which was a complete contrast to what he was doing in the morning, where he had his eyes closed during the judge's ruling and the judge's instruction to the jury. 据报道，佩克一直是特朗普的盟友，并被指帮助促成特朗普和艳星丹尼尔斯之间的交易。特朗普的律师当天承认，丹尼尔斯确实于2016年签署了保密协议，但他表示协议完全合法。而特朗普仍坚决否认所有指控，表示自己与丹尼尔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And you had sex with him? Yes. You were 27, he was 60. Were you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him? No.在审判期间，特朗普必须出席每场庭审，除周3外，每个工作日预计都会有庭审。庭审预计持续6至8周。特朗普出席筹款或者竞选活动的灵活性将大大受限。And so Trump, during the day, is going to be playing the role of a criminal defendant, and in the evening, he's going to be campaigning as the presumptive Republican nominee. 目前，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已将封口费案审判渲染为民主党人的政治设计，激发选民对他的同情。美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根据过往的经验，每当特朗普面临法律挑战，他的民意支持率就会显著上升。Trump is so polarizing that most Americans are either for or against him. 实际上，一场针对相关案件审判的政治叙事战役已经打响。在不同场合，特朗普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描述为受到迫害的政治意见者。彭博社分析认为，特朗普正为夺回白宫展开一场分裂之战，而此案也将美国法律界推向一个未知领域。
The Constitution has no requirement that you not be a felon to be president. All you have to do is be born in the U.S. and over 35. 截止4月中旬，77岁的特朗普与81岁的现总统拜登的第二次对决仍然选情焦灼，两人在各摇摆州的支持率之差仅为1到2个百分点。根据路透社与伊普索3月联合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18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对拜登的支持率仅比特朗普高出3个百分点，即29%对26%。这一数据与2020年拜登领先24个百分点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民调则显示，在登记选民当中，今年4月特朗普的支持率领先拜登2%。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多位受访的美国年轻人对于特朗普面临4项刑事指控，以及他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行为，并不感到担忧。有些年轻人把一些经济的问题怪罪于这个拜登年轻人还有一个议题，目前看起来对拜登跟川普都不是很有利，就是你要持续在外交上面，要在战场上面，特别是对以色列那我们知道年轻人很多反对这个美国无条件支持以色列，那在这个议题上面，川普也没办法得分。不过，近期让特朗普头疼的还有经费问题。特朗普的法律费用平均每天高达近16.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8万元。随着这场法律斗争的展开，正在竞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财务状况压力加剧。有报道指出，截止3月底，特朗普手头的现金为9270万美元，不到拜登竞选团队所持有的1.93亿美元的一半。随着特朗普在法律方面的支出增加，两人的现金持有数额差距将继续扩大。为此，特朗普多方筹款，还借助封口费一案鼓动更多支持者为他进行政治筹款。在起诉书公开的短短3天内，特朗普便已筹集了700万美元。特朗普近期还频繁化身带货达人，从运动鞋、香水、收藏卡、圣经到牛排、香薰蜡烛，特朗普带货的种类多样。今年的2月17号，特朗普现身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运动鞋大会，在大会上，他顺势推出了属于自己的运动鞋品牌，也就是特朗普牌。特朗普运动鞋的预售价从199美元到399美元不等，其中2个在售款式都印有45字样，代表特朗普是第45任美国总统。销售特朗普运动鞋的网站还同时出售特朗普品牌的胜利47香水，价格为99美元。尽管眼下特朗普官司缠身，仍有多国政要排队登上海湖庄园和特朗普大厦的访客名单。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定于4月22号至25号访问美国纽约，并寻求在24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日本舆论指出，在11月美国总统选举前，麻生方面协调此次见面旨在提前布局，以应对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的场景。日本曾在美国选举年误判形势。2016年美国大选前，日本政府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更具优势。当年9月，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访美时，只与希拉里见面，但没有安排与特朗普的任何接触。当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一些日本高层官员深感震惊。安倍临时调整计划，赶在11月17号于纽约与特朗普举行会谈。如今，日本自然不想重蹈覆辙。在麻生之前，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接待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和英国前首相、现任外交大臣卡梅伦。卡梅伦后来称这次会晤完全符合先例。特朗普还与波兰总统杜达在特朗普大厦共进晚餐。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最近也与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进行了交谈。2月24号，受邀在美国保守派会议发表演讲前，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后台终于见到了偶像特朗普，两人一边拥抱，一边还把对方的后背拍得啪啪作响。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4月22号报道称，特朗普与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会晤似乎尤其令拜登政府感到不满，这反映出美国复杂的政治局势。而作为共和党推定候选人的特朗普，正急切地试图向国际领导人宣告他的回归。
有消息人士证实，特朗普的盟友一直鼓励外国派遣外交官、官方特使在特朗普可能再次入主白宫前重新建立联系。为此，许多外国大使馆正通过特使悄悄进行外围活动，以避免公开刺激拜登政府。日本或者说其他的国家都是一样，都是会担心拜登在这次选举会落败，川普再回来，那川普是有仇必报。